我在妈妈的书房发现一本手册，人类婴儿养育手册。1若婴儿进食困难，应调整喂奶姿势。红色批注：血和残肢婴儿无法消化，禁食。2若婴儿哭闹，应从腋下抱起安抚。红色批注：人类的头部与身体是一体，不能单独拿起头部。发现这本手册的时候，我刚才从寄宿的高中放学回家，家里没人，正好可以偷偷进书房玩会儿电脑。然而还没开机，我被桌上的一本手册吸引了注意力。这是一本看起来有点年头的小册子，封面印着几个大字：人类婴儿养育手册。妈妈去年生下了妹妹，有这种育儿书并不奇怪，但是手册的内页泛黄，封面甚至用得有些破损，怎么看都不像新买的。我心下好奇，翻看查看，只见第1页写着：人类婴儿是继承最重要的载体，请谨遵本手册行事。如有违反本手册的行为，需经委员会评审后接受制裁。什么委员会？还制裁？看来不是什么正经的育儿书，难道是妈妈在搞抽象？我好奇心大起，翻开第2页，然而看到的内容却让我汗毛倒竖。1若婴儿进食困难，应调整喂奶姿势。红色批注：血和残肢婴儿无法消化，禁食。2若婴儿哭闹，应从腋下抱起安抚。红色批注：人类的头部与身体是一体，不能单独拿起头部。带序号的是打印字体，而红色的批注则是手写。我认真辨认，确认批注是妈妈的字迹。我感觉头皮冒出一层细密的冷汗，匆匆翻到最后1页，手册记录的注意事项足足有100多条，每一条的后面都跟着妈妈工工整整的批注，有些条目还被圈圈点点加粗加大，就像学霸的错题本一样，但内容却如此荒诞，甚至称得上写点，仿佛做笔记的人完全不熟悉人类的构造，甚至根本不是人类。这本手册哪里来的？这些批注真的是妈妈写的吗？我被突如其来的发现打懵了，脑海中浮现出无数个疑问。没等我思索出结果，突然听到大门被打开的声音，紧接着是搬动婴儿车的声音和妹妹团团咿咿呀呀的叫声。是妈妈回来了。或许是看到我拖在门口的运动鞋，她大声喊道：安心，你回来了吗？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僵在原地。妈妈还在喊我，她的脚步声慢慢向书房靠近。安心，你在书房吗？门被打开的前1秒，我把手册胡乱塞进书包，随便拿出一本习题册甩在桌面上。门开了，妈妈探进头来，我扯动嘴角笑了笑。妈，你回来了。但她没有看我，而是在书房里扫视了一圈，目光最终停在了书桌上。我的笑容几乎僵硬，她则面无表情，径直向着书桌走来。我紧紧抓着手里的习题册，手心微微出汗。下一秒，她摸了摸电脑机箱的出风口，朝我斜睨了一眼，挺乖呀，没偷完电脑。声音表情与平常并无二致。我长长舒出一口气，强作镇定地晃了晃手里的练习册。没玩，我做作业呢。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哭闹声，是团团。哎呀，坏了！妈妈低呼了一声，跟我一起快步出门。玄关处，团团还一个人坐在婴儿车上，或许是没有第一时间抱他下来。此时他撇着嘴嚎了起来，我赶忙蹲下，凑在他面前柔声安慰：不哭了，乖乖团团，看看是谁回来了。他的哭声停了1秒，咽下一口唾沫看向我，紧接着用更大的声音哭了起来。我无奈的苦笑。妈妈上前俯身在团团面前，动作像是要把他抱起来，但是他伸出的手却径直落在团团的耳朵两侧，就像是要提起团团的脑袋一样。我打了一个寒战，脑海中浮现出手册里的内容：2若婴儿哭闹，应从腋下抱起安抚。红色批注：人类的头部与身体是一体，不能单独拿起头部。我来不及思考，立刻出声：妈，不能抱头，要从腋下抱啊！话音刚落，妈妈的背影僵住了，僵硬只持续了1秒。她迅速调整姿势，从腋下把妹妹抱了起来，熟练地摇晃了几下，妹妹立刻停止了哭闹。但是我确信自己没有看错，就算只有一瞬，她的动作也与手册描述的一模一样。那些批注果然是妈妈写的。窗外的暖阳照在妈妈和团团的身上，团团在妈妈的逗弄下正发出咯咯的笑声。这看起来温馨的画面，却让我感到恶寒。转身想走，妈妈说话了：安心，等一下。我回头对上她的目光，那双熟悉的眼睛里带着陌生的意味，我感觉到一阵恐惧。她继续说：你刚才在书房，但是话还没说完，大门突然被打开了，是爸爸下班了。她把公文包往玄关一扔，抬头看了看我和妈妈：你们娘仨干嘛呢？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小跑到她身前，殷勤地给她递拖鞋。爸爸揉了揉我的脑袋：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尴尬地笑笑，偷偷用余光看向妈妈。妈妈没说话，转身把团团抱回卧室，关上了门。一晚无话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妈妈，不管是动作还是声音，
都一如往常。我甚至怀疑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，难道是学习压力太大？但是书包里的手册却把我拖回现实，不是梦，妈妈真的有问题。夜幕降临，为了逃避与妈妈交流，我早早关了灯，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隐约间，一些模糊的记忆浮上心头。小时候，奶奶不喜欢妈妈，她总跟爸爸抱怨妈妈没有当妈的样子，根本照顾不好我。一来二去，爸爸与奶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，甚至与奶奶断了联系。也因为如此，我讨厌奶奶。在我记忆里，她一直是教科书般恶婆婆的形象。但是此时，我却突然想起奶奶指责妈妈的话：“你娶的什么媳妇？给孩子洗澡用开水？要不是我看见，欣欣就给烫死了。我看她就是想安家绝后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开水洗澡。”回想手册的内容，我分明记得有一条正是11，每隔1天或2天，因为婴儿洗澡。红色批注：人类不能承受高温，不能用开水。这一条还被妈妈加粗了。想到这，我哆哆嗦嗦地摸了摸手肘上的疤，那是一大块烫伤的痕迹。因为这块疤，我还被幼儿园的小朋友嘲笑了很久。回家问妈妈，她说是我小时候淘气，打翻了水杯烫的。现在想来，或许不是，如奶奶所说，是妈妈用开水为我洗澡时烫伤的。而正因为她做错了一次，才在手册上加粗，提醒自己不要再犯。人类会用开水洗澡吗？妈妈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感觉全身都在发抖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门被轻轻推开了，一个黑影踮着脚走了进来。是妈妈吗？她要做什么？我来不及多想，立刻闭紧双眼装睡，大气不敢喘，努力克制着身体的颤抖。好在黑影并没有接近我，他在屋里转了一圈，随后轻手轻脚地退出了房间。我保持着装睡的姿势，心跳如雷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直到确认没有声音，我轻轻地翻下床，拉开了书包，手册不见了，被发现了。我感觉头皮发麻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黑暗中，我双手抱头，强迫自己冷静。如果一切都是真的，那妈妈就不是人类，她是什么？伟人。但如果她是伟人，为什么能生下我和妹妹？又为什么要养大我们？那本手册是谁给她的？我心中有100个问题。凌晨2点，好奇心战胜了求生欲。我偷偷溜出房间，摸黑潜入了书房。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妈妈的身份和目的。万幸的是，现在看来，妈妈并没有伤害我的意思。手册是在书房发现的，那里或许有更多线索。书房的隔壁正是爸妈的卧室。经过门口的时候，我听见里面传出均匀的呼吸声。他们都睡了。我蹑手蹑脚地进入书房，用手机的手电打光，仔细地翻看书架，但陈列着的几乎都是爸爸的书籍，都是天文神话传说未解之谜之类。我翻看了半晌，一无所获。刚想放弃，却看见了书桌下的保险柜。保险柜是妈妈专用的，她说过，里面锁着房产证和重要的东西。重要的东西？我蹲下身，开始尝试输入密码。先输入了妈妈的生日，提示错误。又试了爸爸的生日，还是错误。我的手心开始出汗。再错一次，保险柜会被锁定1个小时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输入了自己的生日。随着“哔”的一声，门开了。密码是我的生日。我的心底涌起一股暖流，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丝愧疚。他是爱我的。我的猜测是否太过荒唐？但是下一秒，柜内的东西让愧疚荡然无存。人类外观手册。人类只有2只眼睛、1个鼻子和1张嘴，请不要佩戴多余器官，以免引起人类恐慌。人类饮食手册。人类可以吃大部分生物，但人类本身不可食用，请牢记人类外观手册中的特征，避免误食。人类生育手册。人类分为男人和女人，只有2者结合才能繁衍，请牢记自身性别，不与同性进行无效交配。诡异的手册，密密麻麻地装满了整个保险柜。我快速地翻看着，豆大的汗珠不断从头顶滑落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安心，你在干什么？”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恐惧瞬间到达顶点，但我很快意识到，不是妈妈，是爸爸的声音。我看着保险柜里的手册，心里打起了鼓。怎么办？要不要跟爸爸说？他会相信我吗？安心。门外的声音急切了起来，同时传来了转动门把手的声音。我来不及多想，一把关上了保险柜，直挺挺站了起来。门开了，爸爸看见我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怎么还不睡？黑暗中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更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，只好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睡不着，想编点瞎话，但一句都憋不出来。”意外的是，爸爸也没有追问的意思。他把我送回卧室，端来一杯牛奶。乖，喝了早点睡。这样的睡前牛奶，小时候妈妈给我送过无数次，但是爸爸送的还是第一次。
我看着杯口冒出的热气，心底突然生出一股恐惧。如果妈妈真的不是人类，爸爸与她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会没有发现吗？奶奶都能发现的不对，她真的毫无不知情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刚刚离开书房的时候，我感觉爸爸的眼神往保险箱的方向瞄了一眼。我越想越害怕，趁爸爸帮我整理被子的间隙，将整杯牛奶迅速倒进了床头柜上的多肉盆栽里。爸爸回头看见杯子空了，满意的点点头，留下一句不许熬夜，离开了。关门声一响，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，从睡裤口袋里摸出一本小册子。刚才在书房关上保险柜之前，我在柜子的底层发现了它。不同于其他手册，它的封面是黑色硬皮，看起来有点像日记本，大小只有 64K， 刚好可以装进口袋。于是在关上柜门的最后一刻，我鬼使神差地把它带了出来。此时我借助了手机的光线，看清了它的封面，上面手写了几个字：繁衍日记，是妈妈的笔记。我心跳如雷，颤抖着翻开。2004年5月20日，第一次怀孕，胚胎指标低。2005年3月14日，婴儿 A 出生，性别男。2005年3月13日，继承仪式准备就绪。2005年3月14日，继承失败，销毁婴儿 A。2007年8月9日，第二次怀孕，胚胎指标偏低。2008年6月2日，婴儿 B 出生，性别女。2009年6月1日，继承仪式准备就绪。2009年6月2日，继承失败，婴儿 B 暂不销毁，留观。2008年6月2日，这是我的生日。很显然，我就是婴儿 B。那婴儿 A 呢？我努力回想，隐约记得小时候奶奶提到过，爸妈在我之前还生过一个哥哥，可惜1岁生日那天失踪了。这也曾是奶奶指责妈妈带不好孩子的一大证据。他应该就是婴儿 A。而且现在看来，哥哥并不是失踪，是如妈妈所记录的，因为继承仪式失败被销毁了。什么是继承仪式？如果失败就要销毁，为什么不销毁我呢？我喉咙发紧，翻到最后一页。2023年2月7日，第三次怀孕，胚胎指标高。2023年12月10日，婴儿 C 出生，性别女。2025年12月11日，继承仪式准备就绪。很显然，妹妹就是婴儿 C。今天是她的1岁生日，也就是说，所谓的继承仪式马上就会举行。如果失败，妹妹会被销毁吗？那我呢？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手机的灯光突然灭了，卧室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我按了几下屏幕，没有反应，没电了。我转身按开床头的台灯，手抖得厉害，尝试了几次才成功。当灯光亮起来的瞬间，我往床头柜看了一眼，然后下定了决心，我必须离开这个家。我家住在顶楼，虽然只有7层，但也不可能从窗户爬出去。从门出去的话，会不会被爸妈发现？我这么想着，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地听。10分钟过去，门外没有任何动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最慢的速度将门缓缓推开。黑暗的客厅一寸寸暴露在眼前，我大气不敢喘，甚至做好迎面撞上妈妈的准备。万幸，客厅没人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大门。老式的居民楼没有电梯，只能走楼梯。然而，正当我想快步下楼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通往天台的楼梯顶端隐约透出一丝光亮。我抬头看去，通往天台的门开着。难道爸妈去了天台？他们在做什么？我咽了一口唾沫，更加小心地放轻了脚步，不能被他们发现。楼梯间一片黑暗，我不敢唤醒感应灯，只能借助气窗透进来的月光勉强看清台阶，小心翼翼地下楼。6楼、5楼、4楼，再坚持3层我就得救了。我这么想着的时候，背后却传来一个响声，是什么东西坠落的声音。那东西像是有弹性，落地后又在台阶上弹了几下，最终落在了我的脚边。我低头看去，好像是一个白色的玻璃球。正当我犹豫要不要捡起来看看的时候，那个球又滚了一下，露出了背面黑色的圆形，不是玻璃球，是一个眼球。我双腿一软，跌坐在楼梯上，再也控制不住，放声尖叫起来。瞬间，伴随着我的尖叫，楼梯间的灯此起彼伏地亮了起来。突如其来的光线让我的视线一片模糊，混乱中，我手脚并用地往下爬。与此同时，楼梯上方传来更多东西滚落的声音，其中一个滚到了我的手边。我伸手摸了一下，触感柔软，定睛一看，是一只人手，无名指上还戴着一枚婚戒。我猛地抽回手，浑身战栗地抬头望去，看到了我此生难忘的景象。只见狭窄的楼梯上散落着各种人体部件，它们翻滚着下落着，有些落在我身旁，有些经过我继续滚向下面的台阶，就像一堆被突然打洒的积木。直到最后，一颗人头咚的一声落在我的脚边。我望着那张熟悉的脸，是妈妈。她死了，还是说散了？我彻底吓傻了。
呆呆地坐在原地，浑身发麻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了一声熟悉的啼哭，一个婴儿的脸从楼梯上方的转角处浮现出来，是我的妹妹团团。看见我，妹妹的哭声停住了，她向着我的方向笨拙地往下爬。楼梯间内，稚嫩的婴儿与散落一地的人体器官有强烈反差，形成了一场诡异的画面。瞬间，无数的日本恐怖片的片段浮现在我眼前，竟不知该如何反应。突然，妹妹被台阶上的手臂绊了一下，眼看就要从台阶上滚下来，我的心底一动，本能地上前接住了她。胸前传来温热又柔软的触感，人类的触感。妹妹没哭，她忽闪着大眼睛望向我，像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此时发生的事情有多么荒诞和可怕。我鼻头一酸，抱紧妹妹，转身想继续往下跑。这时，背后传来了爸爸的声音：“安心，快把团团给我。”我回过头，爸爸出现在台阶的最上方，他望着我，一脸焦急。安心，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这些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指了指地上的人体组织。但是现在你都看到了，你妈妈是个怪物，她想杀了我们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觉得她不对劲，刚才在高人的指点下才找到杀死她的方法。我本以为安全了，但突然发现团团也有问题。就在我要对她下手的时候，她挣脱了我的控制。你快把她给我，只有处理掉她，咱们才能活。她慢慢地下着台阶，脚步迈过那些曾经被我称为妈妈的肉块，越靠越近。你是大孩子了，跟爸爸一起面对，好吗？他朝我伸出手，乖，把妹妹给我。我看着爸爸的眼睛，没有犹豫，用尽全身力气朝他的膝盖踢了过去。爸爸没防备，大叫一声，摔倒在台阶上。我抱住团团，不顾一切地向楼下跑去。爸爸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刚刚在卧室床头灯亮起的一瞬间，我分明看到那盆被我浇了牛奶的多肉已经完全枯萎，变成近乎黑色的墨绿色。牛奶有毒，妈妈确实是怪物，但更可怕的是，即使爸爸是人类，想杀我的却是他。我拼了命地往下跑，但因为抱着团团，速度明显落后于爸爸。没多久，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不敢回头看，踉踉跄跄地奔跑着。楼梯间的灯光对我的脚步声依次点亮。3楼、2楼、1楼，成功了！我一个箭步冲出单元门，却发现本应漆黑一片的单元门前，亮如白昼。我抬头望去，一个直升机大小的飞船盘踞在低空之中。我愣住了。就在这时，怀里的团团突然出声：“谢谢你，安心，继承成功了。”是妈妈的声音。我彻底懵了，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。那不知是团团还是妈妈的生物瞬间被甩了出去，但在落地的一瞬间，她敏捷地翻滚了一下，紧接着两腿直立站在了地上。与此同时，爸爸追到了我的背后，随之而来的是尖锐器具划过空气的声音。我惊恐地回头，爸爸挥着一把小刀扑了过来，我伸手去挡，但是想象中刺痛并没有传来。我睁眼一看，爸爸狰狞的脸和挥刀的手像是被定住了一般停在原地。不仅如此，我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，四下如真空般寂静。我抬头望去，原本随微风摇曳的树枝穿行于圆月前的云层，此刻纹丝不动，一切都静止了，时间静止了。团团，或者说是妈妈，不知何时举起了一把手枪形状的武器，对准了爸爸。一道强光从枪口射出，瞬间，爸爸的身体变成一团马赛克状的光团，越来越透明，消失在空气之中，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我打了一个寒战，这就是销毁吗？妈妈放下枪，慢慢地朝我走过来，脸上带着婴儿无论如何都不会拥有的平静。光线打在她小小的身体上，却在地面上投下巨大的阴影。安心，让我告诉你真相吧。她的讲述，我是 C209 星派出的继承实验员。C209 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星球，与地球生物不同，我们不会老也不会死。同时，我们没有性别，没有生殖能力，不知自己从何而来。漫长的时间里，我们发展出了高端科技，本以为这样无尽的生命会持续到时间的尽头，但突然有一天，有人死了，毫无预兆，突然暴毙。本以为是意外，但很快，更多人毫无缘由的死去。短短10年，人口锐减至1半，一时间，社会动荡，发展停滞，每个人都处于恐慌之中。生存委员会成为最高的权力机构，集整个社会的力量，投入对死亡的研究，最终发现，我们不是不会死，只是寿命很长罢了。但这寿命在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一粟，死亡更准确地说是灭亡阴影开始笼罩整个星球。正当绝望之时，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地球，发现了你们。刚开始，你们脆弱的生命让我们惊讶，短短几十年的生命有什么用？但很快我们发现你们有繁殖能力，通过一代代的繁衍，你们积累出低级但延绵不断的文明。这一发现振奋了我们，
研究发现，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参与你们的繁殖，从而实现生命的延续。准确地说，是我们与人类生下的婴儿，可以在1岁那天继承母体或者父体的意识。于是，我们潜入地球，伪装成人类，同时笼络一些痴迷地外文明的人类参与繁殖。你爸爸就是其中一员。说到这，妈妈笑了笑。你发现的那些手册是指导伪装和育儿的。人类与我们的生理结构相差太远，必须随时翻阅，才能保证不暴露。手册用 C209 特殊的技术和文字印制，普通的人类根本看不懂。但是我忘了，你有我的一半血脉，是看得懂的。巨大的信息量让我头脑发昏。我咽下一口唾沫，问道：所以你生下我们是为了继承你的意识？妈妈点了点头。2005年，我生下婴儿 A，1年后尝试了第一次继承，但很遗憾，或许是技术还不成熟，继承失败了。失败的婴儿没有存在价值，我将它销毁。2008年，我又生下了你，不过很显然依然失败。直到去年，我生下婴儿 C， 我继续问道：所以现在继承成功了吗？妈妈说成功了，只是过程中发生了一点意外。就在刚刚，他们在天台进行了继承仪式。继承不是瞬间完成的，妈妈原先的身体会解体，意识缓慢地转移到新身体中。但就当她的身体开始散落的时候，一旁的爸爸却突然冲过来，抱起团团就往楼梯间跑。继承的本质是父体和母体对婴儿身体的争夺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同样有继承的机会。那对爸爸来说意味着永生。他等这一刻很久了。这时，我也突然意识到爸爸想杀我的原因。他想用团团的身体继续生活，而我知道的太多了。当时妈妈的旧身体已经解体，但新身体的意识还很模糊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挣脱了爸爸，往楼梯间爬去。然后我在楼梯的拐角见到了你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。说到这，妈妈看了一眼背后，盘旋的飞船突然降低了飞行高度，寂静的夜空中传出一阵电流般声音。妈妈沉默了几秒，缓缓举起了那把销毁爸爸的武器。安心，我代表 C209 星球感谢你的贡献，但是现在你该带上这些秘密消失了。我望着漆黑的枪口，不知为何内心异常平静。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？什么？既然我的继承仪式也失败了，当初为什么没有销毁我？妈妈愣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良久，她开口道：我不知道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她的脸上突然闪过了一丝我熟悉的神色。虽然只有一瞬，我仍然认出了那属于妈妈的温柔神色。瞬间，无数过往在我的眼前闪过。我第一次学会叫妈妈时，妈妈欣慰的笑脸；无数次睡前，妈妈端来的热牛奶；还有刚才，在漆黑的书房中，我用自己的生日输对密码的瞬间，泪水不受控制地上涌。我慢慢的闭上眼睛，嘴里低声嗫嚅：妈妈。下一秒，一道白光从枪口射出。后记：2044年 ，A 市妇产科，张医生今天接诊了一对奇怪的孕妇。说奇怪，首先因为他们是结伴来的。张医生从业多年，也不是没见过结伴产检的闺蜜，但这两个产妇的年龄却相差了10几岁。产检的时候，张医生忍不住多看了她们2眼，姓氏一样，眉眼间也有点相似，看来是姐妹。张医生没有多问，循规蹈矩地做完了检查，一切正常。把2份报告单交给他们的时候，2人相视一笑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张医生总觉得他们笑容太过灿烂了。他摇摇头，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愿意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多，出生率也被直线拉升，害他总是加班。这么想着，张医生关上了 B 超室的门，却在关门的一瞬间，听到2人说了些什么。张医生没有听清，但分明听到年长女人对年轻女人的称呼是妈妈。张医生愣在原地。怎么可能呢？张医生把2人的病历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只见上面写着：安心36岁29周孕，安团21岁30周孕。张医生挠挠头，一定是听错了。